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大方的大山里啊，刚刚下了1个多小时的大雨，我就待在车里。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大山里啊，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了，特别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时候下一阵大雨呢，这个山里的各种味道都出来了。我这个站在这个山上，味道特别的香，就是各种各样的香味，各种各样的药草味都有。可能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味道吧。今天本来到这里来是准备去探访一户住在大山里面的人家，也就是从这里望去很远的地方，我们从地图上找到那边有一家人在那儿住。非常遗憾哈，刚刚下了一阵大雨，我没有办法过去，因为山里全部是水淋湿了，我走过去的话可能回来全身都湿透了。这个刚下过雨后啊，感觉这些森林啊看去都非常的清澈。这个地方的地形呢，它是一个小山包一个小山包的，然后很多的小山包下边的还有这个崖壁、岩洞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有2栋房子啊，有一栋房子呢好像没人住，另外一栋房子呢好像也是挺破烂的。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只鸡在这里飞来飞去的，那肯定是有人住啊。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小型的天坑一样，这个天坑底部呢种了一整块的玉米，应该是不远处的人家到这儿来种的。那我们从远处看呢，这个崖壁下边好像还有一个围墙，还有这个木房等等啊，非常大的可能是以前里面居住过人的。养牲畜的话应该不大会把这个人和牲畜分开，可能在多年以前呀，这个岩洞里面应该是居住过人啊。这个地方因为特殊的这种小山包地形啊，你们可以看到东一家西一户的都是在这些山包与山包之间的这些地方居住。这里呢也是有2栋房屋，这一栋房屋里面呢也是有居住人，看到养了很多的鸡，然后边上也是种了一片的玉米。因为他们出山的路呢都是从这些密布的森林之中穿梭过，所以说我们即使是无人机的视角呢也看不清楚它这个路是从哪儿进出的啊。这边呢也有一单户人家哈，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老人在这个房屋的边上坐着。这会儿呢太阳出来了，因为我们刚刚无人机飞过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毛雨的，你看在空中停留了10来分钟之后呢，现在基本上这个太阳已经出来了，山里的天气呢就是多变的啊。这2个老人家看起来好像在这里聊天，我猜测他们应该可能是少数民族。你们有没有感觉啊，看这2个老人的容貌好像是那种修仙大师这种感觉哈，说不准他们2个可能是奇人异事哦，这个很难讲的。因为住在山里啊，很多老人呢其实是会一些咱们理解不了的东西的啊。哇，整个这一片环境看起来真的非常的不错，如果我们不是从空中视角的话，根本察觉不到这些山包之间还有人居住。不过比较遗憾，今天咱们确实是没办法往山里走，因为下雨过后啊，整个山里全部都是雨水，只能是下次如果还有机会路过这个地方呢，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一棵树啊可不得了，在上世纪90几年的时候啊，堪称我们遵义农村的摇钱树。那么现在呢，杜仲树又被称为国家战略树、健康树。那么这棵树到底有什么奥秘，能够值得我们这么重视？我一一的跟大家说来哈。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贵州3宝之一的杜仲。我身边这一棵呢就是杜仲树，身后这些全部是杜仲啊，都是我家的。这一棵杜仲树啊可不得了，在上世纪90年代呀，堪称我们遵义农村的摇钱树。为什么呀？那个时候杜仲非常的昂贵啊，1斤杜仲皮生的都可以卖10几块钱，那个时候钱又很值钱，对吧？包括上边接的杜仲纸都能够卖到120、160一斤，而且这个上边这种树叶掉下来干的这个树叶呢，都能卖2、3块钱一斤。你们可以想一下哈，在90几年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拿着一个铁钎去这些杜仲林里面插这个掉在地上的杜仲叶，一天都可以卖10来块钱。前2天呀，我去到了遵义虾子镇明星村呢，参加了一个杜仲产业研究的授牌活动。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是咱们贵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虾子镇明星村呢那儿做了一个授牌活动，意思是把那一片杜仲林呢作为未来学生研究的基地。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作为贵州最重要的一所大学，它把这个杜仲产业作为了一个重点的研究对象，而且在这个地方呢设立了研究基地，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这个杜仲有多么的重要了啊！我们首先从这个健康的角度上来说，可以说杜仲啊，它是最被我们低估的一味中药材。我们贵州有三宝啊，天麻、杜仲、灵芝。可能杜仲它的名声呢相对比较小一点，但实际上呢，它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中药材。可能是在我们遵义这些地方啊，到处都有啊，就习以平常，没有把它重视起来。它有什么作用呢？最主要的作用呢，它就是可以补肝肾、强筋骨。我们把它拉开之后，里面有丝，对吗？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杜仲整个皮刮掉之后，这个杜仲它依然可以存活。可见它的生命力之强。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没有精神、无精打采，比如说没有劲等等。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些情况的人啊，可能你用到这种中药材杜仲呢，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呢，也延伸了一些产业，就是杜仲茶叶。杜仲的这个叶子啊，在特别嫩的时候，也就是2、3月的时候，它那个嫩芽呢，也是可以把它拿来做成茶叶。现在的话，杜仲茶可以卖到多少呢？卖到1000多块、2000块钱一斤吧。杜仲皮能够很快的再生，就证明它的生命力极强。这个杜仲皮撕开之后，里面有很多的杜仲胶相连，证明它的韧性很强。那么贵州大学在这一片杜仲基地呢，可能主要会去研发它的一个产品延伸，包括里面的杜仲胶提取以及应用这些为方向。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在他们的研发带领下呢，可能会延伸出各种各样的杜仲一类的产品啊，咱们拭目以待。第三一个杜仲树被称为国家战略树，这里面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杜仲皮里面的这个胶。大家没有关注这块可能不太清楚，我们中国的天然橡胶60%、70%都是靠从国外进口的。为什么杜仲被定为了国家战略树？就是因为杜仲中含有大量的杜仲胶，而这个杜仲胶提取出来呢，它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轮胎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天然橡胶的产品。而用这个杜仲胶制成的轮胎呢，要比现在我们在用的轮胎寿命提升3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这也就是杜仲树为什么被定为国家战略树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要战略储备一些杜仲，有备无患嘛，对吧？假如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自给自足了，把这个杜仲胶呢能够把它提取出来了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对国外的一些依赖？那刚才跟你们讲的贵州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呢，他们的研究方向呢，主要也是杜仲胶的提取以及整个产业的一个延伸。我们遵义的杜仲呢，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它的这个皮里面的这个杜仲胶啊，比很多地方的这个含量它都要高。这一点怎么去验证呢？我们可以横着，就是把它折断呢，可能大家都能拉出很多的丝，但是我们竖着把这个皮拉开呢，有些地方呢它的丝就很少，我们这边的丝也很多。特别是这个杜仲的这个叶子啊，有很多地方把它竖着撕开呢，其实是不怎么有丝的。而咱们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你们看一下，这个丝也是挺多的，所以它的天然杜仲胶的一个含量要比大多数地方的杜仲呢含量要高。所以说要从杜仲中提取这种杜仲胶呢，我认为在我们遵义呢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记住这是一棵什么树呢？在重庆綦江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片特别像火星球地貌的地方，那就是位于郭福镇的古刘背山。这里啊是那种独特的喀斯特丹霞地貌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白云飘飘，环境真的很美。
那么我们的车子呢，从这个公路开上来呢，到这个位置就到头了，然后停到这户人家的边上呢，就可以从这个小道，然后顺着这个山梁走上来呢，就到这里哈。整个步行的时间大概就是20来分钟吧，慢一点可能半个小时。整个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属于一种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啊。这里呢住着很厉害的角色啊，到底是什么角色呢？我待会儿走到那儿会跟你们讲。你们看看啊，他们那儿已经有一些人走到那个梁子上去了，看起来是不是挺险峻的？然后我们先带着大家慢慢的往上走，反正都要走到那边去。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哨岗，站到这里之后啊，可以一览众山小，整个周围的所有情况尽收眼底。所以说在这里注意到寨门呢，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种气势啊。我们经过了这个寨门过来啊，这里就是一片林地，就是山顶一片平坦的地方。实际上以前呢，这个地方呢是有居住人的，而且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特别厉害的角色。这边呢，竟然还有一个水源，大家看到没有？我们来这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道过来，然后你看这里这些石步梯呢，全部是非常非常古老的。那么这里呢，竟然还有一个水井，你们看一下这个水井啊，它其实是镶嵌在这个半崖上的，然后那边呢就是光秃秃的崖壁下去，万丈深渊，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呢镶了一口井，看到没有？这个水井。那么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啊，就是在这个山的山梁上呢，竟然还有水，对吧？而且这个壁呢也是用这个石头砌过的，看到没有？石头砌过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有这么多的水存在这里，那我们看到这个墙壁这儿呢还有一些水磬，对吧？大家是不是很难想象，在这个这么薄薄的这个山梁上，竟然这个地方还有水源，是不是很神奇？哇，我们走到这儿来呢，这儿又有一个大石槽，这儿开有一个口子，然后下边呢又有一个槽子，这地方应该是碾米用的，就是那种圆形的那种石头来弄的那种碾子，可能是来回在这个地方碾米用的。你们看这些石头就像是这种巨型的石蛋一样，然后矗立在这个山巅山梁。哇，这个地形看起来感觉真的是不一般呀。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个类似于以前的卡口的形态，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的地形就像是这个之前的这个碉楼一样的这种感觉啊。这几个石头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很高，后来可能拆掉了。那么这儿呢，也是同样只能有一个人能过的这个形态哈，大概就是一道门给封锁，然后从这儿径直的走过去呢，就可以顺着这个山梁走到对面那个山去。那么这个石梁呢，以前呀，整个这个两边呢全部都是光秃秃的，现在呢，因为这个大家都不砍柴烧了，都没有在这个山上来逛了，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呢就没有那么光，上面也看到了一些树。这个地方刻有几个字，古牛背。从这个视角来看，是不是真的像一个牛背啊？这边像是牛屁股，那边像是牛头一样的，是吧？我们从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呀，走在这个上面是比较险峻的，真实的走在上面呢也是不安全的哈。所以说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两边呢上百米的一个深渊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才走一半啊，还要走到对面那边去。以前住的那边几户人家呢，就是住在那个山顶的后方，具体什么位置呢不清楚了，因为他们已经整体搬迁出来超过20-30年了。这个应该就是牛头的位置了，是吧？哇，这个上面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顶上呢都被经常有人来玩呢都弄秃了，然后这儿还有一些钉子。这不知道谁干的。这个上面这些步道呢，也不是近些年弄的，而是100多年前弄的。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这个山的山那边住有几户人家，而这个梁杠呢是他们出山的唯一的通道。所以说这些步梯啊，在100年前呢就已经开凿在这里了。这边这几户人家呢，也是20多年前才搬出这个大山的。我们从这儿来看一下，这边也是悬崖峭壁，然后这边也是非常陡峭的山脉。所以说那边那几户人家呢，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山，而这条路也是唯一出山的路。当然现在的话哪里都能去，对吧？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厉害的角色是谁呢？这个角色就是3个县的联防队长。哪3个县呢？习水、綦江、江津3个县的联防队长。他姓李。那么他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咱们刚才来的那个寨门那个位置。那个水源呢也是他家的。牛不牛？3个县的联防队长，也就是3个县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可以直接说了算，包括各山头的土匪都得听他的，不听他的他想搞谁就搞谁。曾经就是有人不听他的，结果直接被拉到这个山后面就地正法，也就是3个县城的治安都归他管，绝对是一个顶呱呱的厉害角色。怪不得呢，他要住在这个山梁上，原来他的权势这么高，其实也很担心别人搞他，对吧？所以说居住在这里啊，有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没有人上得来，因为整个几边都是悬崖峭壁。很多朋友啊，看到这个石梁上的这些步梯呢，有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最近才敲的，为了搞旅游区，为了吸引人，是吧？其实不是的哈，是100多年前住在山这边的这几户村民啊，敲了这些石梯，是方便他们出行进出。以前的村民步行的一条通道啊，没想到呢，现在却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啊！很多人都喜欢走到这个山梁上来呢，在这里拍照打卡。确实，这里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的好看。站在这个山梁上啊，整个周围四面八方的风景尽收眼底啊！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的大山里啊，今天带大家来探秘一个无人村。今天这个太阳是相当的大呀，但是怎么感觉在阳光下我显得没有那么黑呀？这个毛路啊，以前的话可能还有车上来，现在这个车子上不来啊。可以看一下这些大山里面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我们走到这里呢，这个路上都已经给拦住了，对吧？哎呦，差点没给我绊住。我实际上是从这个峡谷底的坝区过来，然后车子看到这个半山腰有几户人家的位置，然后呢，从这里走过来。现在呢，从这里上去呢，到这个山梁上啊，然后到了山梁上之后，我们看了一下地图，从这个山梁上到无人村的位置直线距离大概1公里吧，但是要走过去得几公里。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小房屋，是吧？这里有一些木架子，几边呢是石头垒起来的，好像是一个特别小的房屋。这个不像人居住的，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一个山神庙吧。你看哦，时过境迁，山里面的人全部搬走以后啊，就连山神庙也没人管了，也是荒废在这里了。看看这边就是原始森林哈。现在呢，我是在这个山梁上的，我从下边那几户人家的位置走到这儿，差不多走了半个多小时。翻过这个山梁呢，这边大家看到了，就是一个无人村。这个下边有2户人家，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所有土地都是荒芜的，那么也没有看到有居住的痕迹。我们再往前面走大概1公里多左右呢，
也是有一堆的这个木房子。这个地方呢，也是周边没有任何的耕种痕迹，看去呢也是无人居住。但是我们看到中间这一块田呢，好像是有挖土来种什么东西。我猜测呢，有可能有个把老人留守在这里，但是我们用无人机看了一下呢，并没有看到有人的痕迹啊。这个无人村的面积挺大的哈，应该是不止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子，可能还有一些房子是隐藏在森林之中，或者说已经搬迁之后呢，房子挖掉了，现在咱们就看不到任何的痕迹。那么要来到这里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需要从下面的坝区，然后开车到半山腰的这几户人家的位置。开到这几户人家呢，这个车子无法再前行了，因为路上有很多地方的深沟过不了，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步行上山。从这几户人家步行到山梁上呢，大概走30来分钟、40分钟的样子啊。所以说想来寻找到这个无人村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从我们所在的山梁的位置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呢，直线距离大概有1点几公里。如果我们再步行过去的话，大概是3公里多的样子。我呢不选择过去了，因为我没有看到人，我觉得去也没啥意义，是吧？这个无人村的这一整片面积呢，非常的不错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远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梵净山的一个周边。因为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江口县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梵净山脚下的某一个方位的地方啊。可以看到这里的所有的土地呢，都好像没有耕种，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土地好像是做了一个坡改梯，可能里面是种植有一些什么样的产业吧，只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打理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无人村呢，真的是隐藏在大山之间啊，你不来到这个山梁上啊，你是无法看到这个村庄的。我们看到这个边上这2栋房屋啊，其实还挺好的，然后这边这一堆房屋呢，也有2栋、3栋还可以住人。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地方的？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这个地方的海拔呢，大概是800多米啊。这个无人村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发展一些产业的，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梵净山的周边嘛，不知道是不是保护区啊？如果是保护区的话，可能不能大动干戈。但是搞一些林下经济，或者说小一点的养殖呢，我觉得是问题不大。因为我是一路开车到半山腰，然后呢步行上来，整段路差不多走完了。那我走上来这段毛路呢，其实都是可以通车的，只不过呢有些许的地方呢，可能被这个涨水的时候冲断了，暂时过不了车，稍微修整一下的话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无人村呢，其实是适合大家隐居居住啊，或者说发展一些小的产业，包括养殖业，或者说林下经济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朋友们对这个无人村有兴趣呢，大家可以自己到这边来考察一下啊。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云贵川3省的交界处，看到我身后这个界碑吗？鸡鸣3省。这边呢有一个牌子，我的右手边呢就是贵州，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四川的叙永县。过了这个鸡鸣3省大桥，对面呢就是云南的正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起名鸡鸣3省呢？因为不管是哪个省的鸡叫啊，大家都能听得到。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的版图呢，本来就是一只雄鸡，所以说起名鸡鸣3省呢，也是有非常好的寓意的。四川的叙永这边呢，修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坝，所以说咱们到这儿来游玩呢，停车是非常方便的。这边呢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如果大家来到这里游玩呢，喜欢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呢，其实可以带一些回去，对吧？那么这边呢就是鸡鸣3省大桥，这儿就是鸡鸣3省的一个界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子上，是吧？这边是贵州，前方是云南，这里呢就是四川。咱们走大桥上去看一下。鸡鸣3省大桥呢，它是建在云南和四川的一个大峡谷内啊。这里建造这座大桥呢，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大概是在198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提议要建这座桥了。但是一直到2016年才开工，
2020年呢才建成这座大桥，前前后后相当于是花了38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建这座大桥呢，也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些工程难点。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呀，他们盼这座大桥呢，也同样是盼了38年。可以说很多人呢，从小会儿就开始盼盼到自己都老了，这座大桥才建成。所以非常的难，也非常的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站在这个桥上啊，我们就可以环顾云贵川的美景。那么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壮丽河山的那种澎湃气势。可以看到啊，这个中间的公路呢就是通车使用的，两边呢就是步道。因为这个大桥它的功能不只是为了通车，更重要的是链接两地的老百姓。在这个大桥没有通车之前啊，四川这边的村民要到云南这边去走个亲戚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要从这边的悬崖峭壁上走栈道过去，然后再下到崖壁底，再过河呢，再从那边的崖壁爬上去，才能到达那边的村庄。相当于这里可能只要几分钟就能走过来，但是以前的话需要1-2个小时才可以过得了啊。那么以前呢，他们就是走那个崖壁啊，走过去，然后从这边下到河边，然后呢再往这边爬上来，整个路途非常的艰险，而且以前的话还需要肩挑背扛，所以说呢，每一次的通行啊，都是一次历险记，非常的不容易啊。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呢，就是果哈大峡谷，这一条呢就是果哈河。那我们真正的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鸡鸣三省的一个交界处啊。这里大家看到吗？正儿八经的鸡鸣三省交界处，就是这2条河流相交的地方。有的朋友呢会问，这个四川和云南的倒是有这个桥链接起来了，非常方便。那么到贵州为什么不搭个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边的这个海拔呢，跟咱们贵州那边的崖壁上呢，它的落差太大，可能有200来米的一个落差，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架桥的，所以只能呢从这个路往两边去延伸呢，才能到达贵州的地界哈。上方那里呢，就是我们贵州修建的鸡鸣三省景区啊。站在这个上面呢，看到的景它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用无人机从前面的镜头打过来呢，相当于这里呢是2个8字牙的形态哈，怀抱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们贵州是2个大怀抱是吧？把这边给抱住，这种感觉哈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云贵川三省这3兄弟啊也是特别有意思啊。他们看到这里有几条很深的峡谷，几条河流，把这里的地界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3兄弟分家呢，也从这里分开。有河流隔着，咱井水不犯河水。这几兄弟关系呢，他也处得好，大家说是不是？没有什么瓜葛，我们以河流隔断了，对不对？河流大家共用，两边的山各自管各自的，有什么瓜葛呢？也不可能扯皮。所以呢，3兄弟的关系呢也非常的好。以后大家分家呀，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哈。这个地方呢是3省交界，它也是3河交界的地方。我脚下这条河呢叫做果哈河，上游的那条河呢叫做渭河，下游这条河呢叫做赤水河。我查了一下这个赤水河呀，它的起源说是在云南镇雄哪个镇，但是从这个鸡鸣三省的这个标注来看呀，赤水河是由这条果哈河和渭河2条河组成的赤水河，所以我觉得说赤水河的这个起源是鸡鸣三省呢，可能会更加贴切一点，大家说是不是？
在云南正雄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个小村子住在悬崖下边。村子三面环崖，一面江水隔断啊。这个地方呢，仿佛就是与世隔绝一般。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悬崖村的上方，在这个村庄的上方这里啊，好大的一片平地，这些平地里面全部种的是玉米。我看这个可能有好几十亩地啊，非常的宽大的一大片平地。为什么说崖壁下方的这个小村子叫做梯子岩呢？很有可能他们一出山呢，就必须要爬那个梯子呢，才能出得来，所以说叫做梯子岩啊。这竟然要爬到山巅之后呢，再往下走，才到这个崖壁下的村庄。那么我们看这个路面啊，是以前这个村民呢，他们可能走着泥巴路不太方便，所以呢，大多数的地方呢也都铺有石板，特别是这个比较陡峭的山路呢，铺有这个石梯呢，走起来会更加的好走一点。否则的话，全是泥巴，你一踩就滑，一踩就滑，那么那个路面呢就非常的不好走。走下来这一段还是挺陡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么陡的这个石梯，而且昨天晚上下雨了，我这个鞋也比较的湿滑。哎呦，差一点摔了，我去，非常的陡。这个边上呢还做有这个木护栏，为啥起名叫梯子崖呢？它就是要爬这个梯子。这个梯子呢就是木料做的，挺高啊，大概有10来多米。这完全就是90度的垂直。然后村庄呢就是住在这下边，大家有看到那个房子吗？这个我试了一下，它这个木料呢比较结实，是那种耐腐朽的那个木料。有可能呢，他们也会经常检查，是吧？如果说一段时间之后坏了，可能又要重新更换一下。差不多是90度一直下来啊，大概是10来米高的一个高度。那么下了这个梯子之后啊，又从这个崖壁栈道啊，从这过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村子啊，它其实是坐落在一个半崖上的，下方呢也是悬崖峭壁，包括果哈河隔断。那么这个果哈河大峡谷过来，河流呢就流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大家知道吗？鸡鸣山省，也就是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我手指的远方就是鸡鸣山省大桥。这里呢依然是走这种他们开凿的石梯往下走，我们还是下去探访一下，是吧？上方呢我们可以抓住它这个安装的那个木梯，对吧？但是这个地方呢就完全是石步梯，也是接近于90度的夹角，所以这行走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特别是这种雨天啊，咱们这个脚踩在这个石头上呢，它容易打滑，所以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庄，这个房屋全部是用石头砌的房屋，就仿佛是一座石头小镇啊。这几户人家呢，给我的感觉，这个房屋也好，生活的地方也好，都非常的原生态啊，感觉好像很久远前的一样。那么他们都有养殖一些鸡，这一家不知道有没有人。门口挂了很多的这个玉米。吃饭没得，奶奶？吃了，哈哈。哎，你家这点还要得哟，昨天还看得开完了。啊，走哪里来？我走上面下来的。哦，梯子上。梯子上，嗯。哦。啊，你们出去走梯子上吗？就走在过去，叫他出去，他那找的有，他不能干，他给你点血，他那种干。吃的嘛就是梯子这一截的了。啊。过去是人头上是大案。意思这里过去还要比上面还要危险点。啊，这是要平顺的了嘛。哦，等于你们现在的话都是走那边。赶坡都是走那边。赶长走那边。啊。如果有时候了也走上面哈。嗯。这点的人住了好多年了哟。上一辈上了2、3辈都是住这的。上2、3辈都是住这的。啊。哪个没有搬呢？他搬迁去移来了，我也是。
哎，年轻人些哈这个这单位，你看个这个是一会儿啊。喂的有猪啊，些面？喂的2个。喂的2个。哦。还种些苞谷啊、南瓜啊些哈。就是嘛，就是个这，我就怎么的就是种的点呀，喂鸡啊，喂猪这些呀，应该吃。你养的有好多鸡娃？几十个。几十个哈。哦。苞谷也是晾在门口。我们目前发现呢，就是这里有2家人。刚刚那个奶奶跟我说，下边还有1家，那么就是3家人。这个房屋呢，也是没有人住了。也都是这个石头来建的房屋。他们这个房屋上的瓦呢比较特殊啊，它不是青瓦，它是什么瓦呢？它是水泥瓦。他们以前呢也是准备盖这个青瓦，但是啊，去背青瓦，不管是从上面下来还是从侧面过来呢，都是要走悬崖峭壁，所以这个青瓦是非常的难背。那么最后呢，就是去背的水泥。然后呢，请人到这个地方来打石粉，那么自己用水泥和石粉呢做成的瓦片。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房屋顶上盖的那个瓦片呢，黑黑的，就是水泥瓦，而且还比较大块的那种。跟这个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啊，知道他们这里以前呢是一个小村子，目前呢还有3家人在这里居住。那么整个这些周边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废弃的那个石头房。可能以前有10几家，甚至20家人在这里居住。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地方很偏僻哦，其实在很多年以前，这里是大通路。这个崖壁上的村庄啊，他们要到崖壁下来，到侧边去呢背煤，到河边去背煤。那个时候背煤呢，都是100多斤、100多斤的背着爬崖壁。所以以前来说，我走下来这个梯子崖的崖壁呢，它是一个大通路啊。这个奶奶跟我说呀，他们到侧边去呢，同样是要经过悬崖峭壁。顺着这个横向的这条路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崖壁呢，确实看到了一条崖壁小道，而且是好几百米的这个崖壁小道啊。所以啊，他们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不管是从上面走还是从侧面走呢，都要走悬崖峭壁才能出村。所以真的是每一次出山啊，都是一次历险记。住在这里还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不过这里虽然是偏僻啊，但住在这里呢却是风景如画，一眼望去呢都是悬崖峭壁啊，高山耸立。如果再有一些云雾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幅水墨画，确实非常的漂亮，适合隐居的一个好地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啊，有一条悬崖沟渠，也是栈道。再往前方一点呢，就是鸡鸣山省以及鸡鸣山省大桥。大家想不想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云南镇雄县武德镇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一个巨型的天坑。天坑的底部一侧有一个山洞，山洞中呢竟然还居住着几户人家。这个地方看去啊，仿佛与世隔绝一般。60年前，这个天坑还是一片无人踏足的地方。那么在山洞中居住的这几户人家，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为什么要搬到这么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来居住呢？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天坑的坑口，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方便的，公路直接可以开到这个天坑坑口，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步行就可以到天坑去了。从这个崖壁边上的这个小道呢，咱们就可以直接步行到天坑口。在这里呢就能够看到里边的这些悬崖峭壁啊，他们以前出山的时候呢，这些其实是没有这个石梯的啊，都是后来呢好像是慢慢的有点出名了啊，然后才做的这个步梯。刚下来没走几步呢，咱们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到这个天坑内的一个景象了，人呢就居住在那里。因为这里啊整个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嘛，所以说它下来的这条崖壁小道呢，它需要在这一段崖壁上来回的折返几个弯呢，才能到达这个天坑坑底。以前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我感觉可能还是有点危险的，毕竟没有这个护栏嘛，这个护栏都是后来再加固的。现在我们差不多下到了2/3的崖壁，在这个小半崖的位置呢，这儿咱们还看到有一个房屋。那么上边用这些笔啊画了很多的东西，
这个呢就是以前他们天坑内的一些孩子读书的地方。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黑板，对吧？还有写了很多的字。这个房间呢比较小，那么他们这儿的人要出去读书呢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呢可能会有1到2个老师专门到这里来教他们读书。因为这些孩子你要让他走很远也不至于，对吧？他们从那个天坑那儿呢，这里有条小道，然后过来呢就可以在这儿上学啊，在学校读书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家，非常不错啊。当然了，时过境迁，现在呢他们里面的孩子呢也都是到外面去读书了，这里早就已经不用了哈。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天坑的偏下部位置，从这个视角来看呢，整个天坑还非常大的，人呢就居住在那里哈。然后这个天坑内的直径呢，它有600米差不多的一个直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天坑的这个底部的土地面积啊，差不多有400-500亩。我们从空中看是不是不大看得出来？这个崖壁呢，它的平均高都有120多米，那么最矮的地方呢，可能有80-90米，最高的这个崖壁呢，有150米。这里呢，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天坑。如果说没有这条小道呢，咱们不用锁降的方式啊，基本上是下不来的。正因为啊，这个天坑底呢有着400-500亩的土地，所以说这几户人家在天坑中农耕劳作，依靠这里面的土地种植粮食呢，也能够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咱们已经下到崖底了，山洞呢离我越来越近。那么看一下这下边一整片的土地啊，非常的平坦，然后都是种了很多的玉米。其实它这里面也有一些坡，那么这些坡呢，他们就不种地了，然后有一些草，可能养一些牛。然后我们看到前方那儿呢，是有一些牛在放养的。这个有朋友可能会问啊，在这个天坑中不怕水淹吗？它这个地形呢，确实也比较特殊。他们的那个山洞啊，从里面钻过去，其实可以延伸很远很远。然后有水流从这儿流下来呢，那个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个消水洞啊。所以说，它这个天坑内呢，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任何的水灾，因为消水洞也足够大，而且这里面呢，也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水流哈。它属于这个山腰的一个天坑。到它这个房屋的边上来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呢，有挺多的这个土墙的，一个小隔间一个小隔间的。那这些呢，就是最开始这里的人到这里来可能居住的一些地方吧。那么这个洞上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石笋啊，也是非常的漂亮啊，看到没有？上边里边呢，它也是很好看。但是呢，要给这个10块钱给这个主人家呢才能进去。他们这儿呢现在好像是4家还是5家，在这里呢轮流的值守这个山洞啊，也就是轮班。那么今天是这家，明天就是那家，大概这里就是4-5家人。那我们看到下边呢，他们正在收玉米啊，今天人也比较多嘛。其实到他们这儿来的话，参观的玩耍的人都非常多，那我也没好意思去问，因为人太多了。大概呢我已经了解了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因为这个地方居住的这几户人家呀，他们搬到这里面来居住呢，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咱们其实是不太好去问这些东西哈。这个墙的这个造型啊，还建得比较的特别，一格一格的垒过去的。那么你看那儿看到没有，还有一个孔，这个孔的话是否是以前留的哨孔啊什么的，这咱现在也不清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里哈，它其实是有几层的这个防御墙的。那么这家这里呢有一个挺高的这个墙，从这里切过，看到没有？从这个地方隔断。然后这个房屋的前方那儿也是有一个隔离墙的。它可能是几十年前是吧，为了防御一些什么东西啊，所以说才砌了这个墙。但后来呢，这个咱们都安全了是吧？不像以前的这种野蛮时代，那么这些墙呢就拆掉了哈，所以整个这个洞穴呢也裸露出来了。这几户人家他们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呢？咱们也没好意思问，为什么呢？
大约在60、70年前呀，这个天坑呢，它其实是无人踏足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啊，云南这边因为流行一种传染病，叫做麻风病，它的传染速度非常快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没有办法去治疗。就像我们前2年的疫情一样，它需要进行隔离，那没办法就要找地方隔离。所以说呢，得了麻风病的人呢，就用绳索把这些人呢锁降到这个天坑内来进行隔离。那么具体当时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隔离呢？咱们也并不清楚。但是凭我的估计呢，可能最少是上百人吧。因为我看到除了这里居住的几户人家呢，边上有一些崖壁的地方啊，也还有那个时候的这个石墙房。得了麻风病的人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治好的，而周边的人呢也非常的害怕，哪怕你是亲兄弟啊什么的，咱们也都是离你远远的，对吧？因为这个一传染了，大家就玩完了嘛。就像我们前2年的疫情一样，其实有很多人他也撑不过这个传染病。那么剩下来的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已经在这里面待习惯了，最终这个传染病过去了之后呢，他们可能就选择留居在这个山洞中，所以他们这里呢是好几型人家。当然哈，其实也有例外，比如说我们刚到天坑口遇到的这个老人家呢，他是住在这个天坑里面现在年龄最大的。他跟我的交流啊，就是他可能在那个年代是被冤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本来是没有得麻风病，结果呢把他当成麻风病人呢放到这里边来了。但是现在呢，他也不太愿意去讲这些事情，而且呢，他不喜欢别人拿镜头对着他拍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真的要到这儿来玩呢，你还是要问一下人家啊，不要一来就拿个镜头对着人家，那不好。包括我跟你们讲的，刚刚我到那儿之后，看到他们人多，又在干活，又在那儿搞玉米，对吧？机器也比较吵，那我就算了，因为这种地方呢，来的人确实多哈，你其实也要顾及人家的感受。直到现在呢，他们几户人家呢依然在这里过着农耕田园的生活哈，有可能不久的将来呢，这个地方会开发成旅游景区也说不定啊。总之呢，人们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山区惬意的原生态的生活，不是吗？天坑内这几户人家他们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金沙的大山里，看到我手指的方向没有？那个地方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山梁上，我们今天准备去探访一下啊。我们从这里看去呢比较近啊，直线距离可能就是800米左右，但实际上呢，我们要从这里走过去，从这个山坳这些地方弯来弯去的呢，才能弯得过去啊。今天这个没有穿长裤子啊。还好它这个路道呢比较宽，不然的话我还不太敢进来。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块土里面这些草呢，实际上都是中药。这个大家知道是啥吧？这个叫小飞蓬啊，整片土地里面全部长满了这个小飞蓬草。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啊，把它砍回家去，切成一小节的，然后晒干呢，就是可以卖钱的。哇，走过来，这里好大的一片土地啊！这个地里边种有茶叶，还有李子。这个李子树是那种红李子，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上面还能稀稀疏疏看到几颗。我们从那边过来，这里绕了这么一大圈，然后呢，到这里来。你说直线距离吧，也就真的就700-800米，但实际上这个走路得走半个小时多哈。这里也是杂草丛生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片草也特别的好，但是这些也是土地荒废的啊。如果不是以前的土地荒废的话，现在老早就就长出了树木。诶，看到没有？走到这里豁然开朗，
然后那儿我们说的就是这里有一家人。这地方就是一个大平台，你们看看怎么样？它属于是一个偏山顶的位置啊，然后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后边有几个小山堡，所以这里真的是舒服哦，这么平坦。这里这一片地方呢，估计也是有个40-50亩地的这么一个面积啊，真的很大啊。从山脚下过来，然后这里一整片都是平的。那么下边呢，就是一个深沟，所以这里的地理环境位置也相当不错。就这一家人住在这里，而且我们远处看的话，他们的那个房屋好像还是用砖做的，还做的是2层。我估计这家人也有养殖啊，这个路上有很多的这个羊粪，还有牛的这个足迹。那这里还是用这个水泥砖做的这个房屋，这好像是，难道做了一个养殖场吗？看到没有，这个土墙房是 N 多年以前的了。这个土墙房呢，就是最原始的这个房屋了。有人在家没有？哎，你还没起床啊？哦，等你起床。这个土墙房大家看搞的是2层，这工艺还不错啊。看这个土墙上裂了这么多的条口，但是它的这个垂直度啊依然保持得很好。大哥贵姓哦？姓周啊。我也姓周。啊，你姓周，我就是我们是家人。你家人在这住哈？哎，这个就是我家人。你个老多啊？啊。小的呀？小的在金沙。那个我看自己路都以为去挖过的了吧你？哎呀，弄准备挖碗头了。弄挖碗头的，是你挖的吗？人家挖的。他们挖来搞产业的是吧？哎，做庄稼。哦，就是那边那一片庄稼就是他们挖来做的。你们家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哟。那你们来的时候住的哪个房子啊？因为你说的这个都是你干的哇，这个土墙噻。啊，哈儿呀，老些都大的修掉扒掉。啊，这里有个土墙。哎呀，这。哦，来的时候才修的，为了那是土地分到这儿才修在这儿的是吧？哦。那哈儿集体了嘛，那儿嘛。那哈儿集体。这都一查。不整，不整，我撤了的，我撤了就来，不用整，我撤了就来。酒店便查。不，我是我撤的。你撤了就行了，我撤了再来的。你家老婆还是去带孙子去了？带孙子去了。哦，在金沙。啊。这个土墙房子住起夏天是不是要凉快点？是凉快点我的。还是凉快点啊？你干得厚啊！你这个都干得有好多啊。吃多厚。你这个土墙跟啷个干回来干的事儿？墙板架就出来了。弄个高除一下呀？中高了一运只有吃多高嘛？一运除一吃多高？除好了然后继续往上加板板。哎，对头。在这边转了一小会儿，咱现在往回走了。然后那边呢，就那个周大哥他一家人4个小孩子呢都在外面，其实现在就他一个人在这里，种了有10来亩的地。他说呀，有人想这个搞养殖的话，可以到他这儿来搞。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机耕道啊，是那个3轮车可以开过来的，是那边那户人家为了种这里的这一片地，然后把这个道挖过来的。整个这个道呢，从这个土地弯过去，弯到那个位置，然后到他们家呢，大概只有200米的距离啊。那路稍微的弄一下呢，这个3轮车、农用车呢就可以开过去，所以养牛是可以的。整个他住房的周围呢，大概有60来亩的这个土地，加上山林呢不少哈。而且这个土地上大家看一下，特别喜欢长这种牛爱吃的这个草。所以说呢，也可以种一点，也可以将就自然的一些草料。那么在那儿养牛呢，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养羊呢就不太适合，养牛是非常可以的。他们家其实搬到那儿住呢也不久啊，
是这个周大哥3岁的时候搬过去的，他现在是59岁，相当于也才50多年吧。然后那个土墙房呢，都是他成年以后住的那个土墙房。当时为什么搬到这里来呢？是因为这个土地下分土地，然后他的土地呢分到那边，所以说就搬到那儿去住了，为了方便做土地啊。其实很多住在大山里的人呢，都是为了方便住土地呢，才把房屋迁到那个地方的。你比如说周大哥他们家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他那个地方土地3人加起来差不多有70-80亩，你想想，如果说做成粮食的话，你要背的话，你不知道背多久，对吧？所以把房子迁到那个地方居住呢，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他跟我讲啊，如果说有人想养殖的话，可以到他这里来养殖啊。他那个地方比较平，种草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然后他那儿的水源的话，房屋的右侧有水源，左侧过去往山里走的话，也有一股水源，所以水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土地比较平嘛，就在那儿种草就可以。但是放养的话就不太适合，过去的话都是大森林，森林里面也没有啥草，对吧？它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的不错啊，又凉快。这里的海拔呢大概是1100多。如果说有朋友想养牛的呢，也可以到他这里来看一下。养多了是不行啊，养个70-80头、100头是没问题的。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峡谷啊直接进来的，那么这里呢是有一条毛的公路，从这个山那边很远很远的开过来，这个毛公路大概有4-5公里，后面呢是延绵不绝的群山。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在古代的话就是那种与世隔绝般哈。那么当然呢，现在这个毛公路通了，然后车子呢是可以开到这里的，但是在下雨天的话我估计也困难。这个地方呢就是那种有山有水的好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总的是3栋房屋，下面一栋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那么上边呢是2栋3合头的房屋，都是建的那种2层小屋啊。在这几户人家居住的房屋对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个从山梁上伸出来的石柱子，看起来呢就像一个石头人一般，而且这个石头人呢，它是跟这几户人家居住的房屋啊是相对的。仿佛这个石头人呢，他就是守候着这里居住的这几户人家。这个地形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这里的几户人家呢，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居住了上100年之久哈。说实话哈，在过去那种战乱的年代呀，隐藏在这个大山之中，真的是挺安全的一件事情。基本上不可能有人走到这里哈，就即使是一些土匪啊什么的，他们也不可能往这种大山深处走，他肯定是去那种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这边这几户人家还专门在这里有一个碾房，看一下。以前咱们居住在山里的人呢，他这个粮食是需要进行碾碎来食用的，对吧？因为不可能说往山外去，把这个粮食搞碎，所以说呢，就用了一些碾房，包括石磨，然后呢，来把这个粗粮进行碾碎之后呢，来进行煮熟食用。你看，这个呢就是一个小的石磨，这个石磨呢可能就是碾一些比较细的这个粮食。这个是古法制作菜籽油的地方，但是具体怎么制作，咱们现在也看不到，是不是？那么这边呢是磨我们要吃的粮食，这边呢就是可以榨菜籽油，所以这个完全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各种这个生活的运转啊，就不需要跟外界有多大的联系，特别是在以前那个是吧，兵荒马乱的年代，像这个地方呢，就基本上把我们要吃的东西呢就能解决。这个以前的人的智慧呢是相当了得，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个机械装置，是不是非常的神奇？整个里面全部是一些毛榫结构。
其实呀，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杨总的老家。那么参观了他们家的房屋之外呀，咱们又到了他姐姐家的这个村寨，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村庄。今天呢是跟着我们江口县的杨总啊，在这个山里面玩了一天，也非常感谢他的介绍和招待啊。晚上呢，我们就是在杨总他姐姐家吃土猪肉，吃稻田鱼。这个鱼呢，都是这样的水稻田里面养殖的。这个锅巴板有高低多，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终于来到了梵净山哈。每次来到梵净山脚下呢，都是下雨，没有上山。今天天气不错。作为一个做自媒体的贵州人啊，还从来没有上过梵净山，确实是有点尴尬哈。不过过了今天之后，就不再尴尬了。前面那个地方呢，就是游客中心，然后通过那个安检路口呢，就进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是梵净山的山门啊，非常的漂亮啊，气势宏伟。从这里过去之后，咱们就可以到梵净山了。站在这里跟山门合一个影啊！我今天就不跟你们介绍什么各种历史了，就带大家上去看风景啊。在这边坐这个摆渡车到所到的位置还有9.5公里。这些就是竹林中的碑文，但是没有办法下来看了。这有个龙头。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下来看一下，但是坐车呢就没办法了。现在咱们来到了这个索道的下站，从外面坐车进来呢，大概是9.5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你可以选择从这里乘索道上山，你也可以选择步行啊，因为这里步行上去，我估计可能也要2个小时左右。哎呦，跑得挺快啊！这边呢就是乘坐索道的，大多数人呢还是选择乘坐索道啊，因为这个走路确实太费劲了，说是有6、7千级的那个台阶是吧？太难爬了。而且呢，你乘坐索道到上面去呢，也还要走一段路。现在咱们已经到这个上边了，这就是呼啸而来的这个缆车啊，这一路缆车坐10几分钟。看一下这个设备的运转，相当的牛。今天这个天气不错啊，上边来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应该从哪边上呢？现在就从这边开始往上爬。现在到顶上喽，那个地方就是顶啊。今天天气非常的好，特别的凉快，人也特别的多。特别遗憾的是，今天不能航拍，因为现在他们好像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说所有的人都不能航拍，特别的遗憾。这么好的天气不能航拍，不过眼睛来看一下也可以。下边有这个形状的棒冰，搞完了买一个上来了。
这样看去，这个金顶真的是那种如入云端的感觉。确实，梵净山真的是特别的美啊！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是老金顶，但是老金顶呢也是非常的难爬，所以我就不去了。这个新金顶呢得上去看一看，确实是非常的震撼。现在正好是人不算多，如果等一下中午下午一点可能会排老长的队，走得也很慢。那现在走得比较快，那我们赶紧去爬一下，上顶上去感受一下哈。陡不陡？陡不陡？大家看这个角度就知道陡不陡。哎呦我的天呐！90度啊！90度，应该是89.5度，90度还没有。哎呦，哎哎哎哎！往前走了，这么高嘞，往前。蛮多的没有啊，这也不难。快点跑，快点跑！这一段往前，要这个包背的厚了一点都麻烦。赶紧走哦，手脚并用哦，不要拍照喽。哎呦，这里应该还有一段险的哦。不要高声语啊，恐怕惊动了神仙。这一座桥就是天宫之桥，走在上面就像是行走在这个天宫中，是吧？这个石缝竟然是自然形成的，你们相信吗？太震撼了！现在呢，我已经从这个金顶上下来了，朋友们。很多朋友啊比较好奇这个梵净山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数亿年前，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片汪洋大海，金顶呢也只露出来一点点。而我的上辈子的 X 的 n 次方呢，那个时候呢正在练一种绝世神功啊，如来神掌。那我看到这个金顶呢，正好适合我练功，没人打扰。结果我在这儿练功呢，练了749年之后啊，我走火入魔了。一招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啊，就把周围的所有海水呢震退了。我的无心之过呢，就形成了如今的世界级自然遗产梵净山。哈哈哈哈哈。好了哈，朋友们，今天呢就带大家玩到这儿了。我现在要坐索道下山了，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江口县的余梁溪大峡谷啊。今天呢，跟当地的2位杨哥呀一起来穿越这个大峡谷。听说里面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峡谷的尽头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走，咱们今天一起去欣赏美景，顺便进去呢探访一下那几户人家。旁边就是江口的我2个杨哥，打个招呼，2位杨老板。
这个峡谷啊，确实是非常的漂亮。看一下河岸两旁都是那种崖壁耸立。这个地方进去呢，咱们实际上要拐来拐去的，要弯很多个弯，要从这个峡谷里面经过呀，要走很多道的水啊，就是从这个河里面来回过来过去、过来过去的。所以这个脚是永远都干不了的。那么整个峡谷穿越过去呢，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哦。这个地方要是水大点的时候，那些都有水哟哈。这全部是沙生，这么全有瀑布。全都是瀑布。哦，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徒步旅。对，简直是徒步者的天堂。顺着这个河流走，周末或者有时间的时候，约上3、5个好友，什么同学啊、战友啊、亲戚朋友啊，来这里是吧？徒步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对，你是不是经常能往这里来徒步？经常有时候带同学啊、带朋友啊，外地的游客也经常他们来这里，搞自驾游的也非常方便。这个水太舒服了，清澈见底。我们这样往这个天上看啊，就是一线天，而且走在这个位置啊，感觉像在下雨一样。其实没有雨啊，它实际上是一些崖壁上呢有一些水雾。从这个角度来看呀，这里就像一个天井，是吧？正儿八经的一线天，太美了。哇，中间这一片地方非常的开阔呀！以前是不是有住人呢？有几户人家，以前有几户人家哈，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没有，现在全部搬到外面一个顺交通的地方去了。这个是天然的这个草坪，这个非常好，这个时候非常适合露营啊、搞烧烤啊，平时休息的地方也非常安逸。对，这都是在这里搭帐篷，然后都不想走了，是不是？是吧？这里有山有水啊，真舒服，青青的草地。这个草皮是真的非常的舒服啊！你们以为是人工的吗？它完全是纯天然的。躺在这个草皮上，我都可以在这里睡2天，简直不想走哦。这个地方来了之后，太漂亮了。然后旁边就有一条河流，你要玩水也可以去玩。然后周边都是那种奇峰异景啊。你们是哪里来徒步的呀？是同仁。同仁的。你们从上面下来的哈？我们帐篷在外面啊。帐篷是你们搭的？这2个帐篷里面还有一伙人。昨天来的啊。这里有一个堤坝，这以前做的。大家看一下前面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露营。这个地方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这些搭帐篷呢，都是昨天到这儿来的，然后晚上他们就在这儿搭帐篷睡觉。这个峡谷里面随便都可以容纳几百上千人，我感觉在这个地方玩耍呀，可能比在那些海滩上更加的舒服。你在海滩上你只能看到海，啥也看不着，你在这儿就看到的就是绿水青山、悬崖峭壁啊，这么漂亮的这些草皮，是吧？很多人在这儿露营，他们也在这里搞一些拍摄，然后专门拍照啊啥的。这样的天气，行走在这样的地方，别提了。穿过前边这个峡草啊，我们就能够到那几户人家的位置了。我们已经看到这里居住的人家了，就在这个地方哈。这几户人家呢，就是居住在这里，看到没有？我们穿越了整条峡谷，花了1、2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这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一般，特别是这几户人家后山的这一片崖壁啊，奇形怪状的，非常的漂亮。真的是佩服这些住在大山里面的人家呀！这边都砌了很多的这个石墙，这个老人的专属是吧？咱们农村搞的这个叶子烟。这个房子挺好看的，还有人住吗？我们从这个峡谷这儿走进来，然后这里边呢还居住有几户人家哈，然后这个房子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后山就是这个悬崖峭壁，这边也是这个石峰林立，是吧？这个石柱上，各位，这个石柱上
我待会儿用无人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石柱上竟然还有一棵迎客松，看到吗？很漂亮的。啥子意思啊？你要请我们吃饭吗？真的假的哦？你自家炒菜啊？对啊。耶，你还你讲我是为了你媳妇儿。你勤快哟。他说他是你家媳妇儿啊？我说让他媳妇儿我一天够洗完了。是不是娘娘？他是不是你家媳妇儿？他们来18天，他们岁数都瓜子点老铁哥。贵姓呢？我杨丽娟。走了，杨总，我们先走了。好，老板走。我们先走了啊，拜拜。哎，拜拜。吃饭啦。不用了。这个奶奶99岁了吗？已经100岁了。哇，这个奶奶已经99、100岁了，今年都就是住在他们这个村里面的。行，那咱们走了，你们慢慢吃啊。好嘞，拜拜。简直就是一个非常生态的村庄。那么这些呢，都是以前的一个木质结构的房屋。整个村子里面呢，现在只有几位老人在这里居住啊，因为年轻人呢都是在外面打工。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房屋，都是以前特别古老的房屋，也没有进行修缮，所以说呢，已经快要倒塌了。我觉得现在这些房屋应该是把它好好的修整一下，然后把这些老的这些建筑呢，全部保留起来呢，比较好一点。吃饭没到，娘娘？你吃吗？没有哎。吃吗？你要吃饭了是吧？啊。不来了，开玩笑。哎呦，这些房子都烂了哈。就是烂了。现在有几个人在这边住嘛？一幢房子有个。就只有几个人了哈。以前有好多户人了这里？有7、80个嘛。以前有7、80个。现在全部年轻人过来江口去了。全部江口去了哈。这个房屋的修建，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面墙，这个墙全部是这种条形的大青石来做的，这个石墙异常的坚固啊。据说以前这个上边这里呢住的是一户地主人家。看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迎客松就在那个位置，太美了哈。那个地方就是上古皇帝的玉玺，我跟他说像玉玺啊，又像一个翻天印。这个南瓜是不是有点出彩呀？跑到这个李子树上挂在那里。今天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一天哈！我们从这个峡谷穿过来之后，这里就发现一个隐蔽的村庄。以前呢可能有7、80个人，现在就是几个老人在家里面。整个这里面的话非常的宽敞。那我们现在呢是要从这边出去啊，两边都是有这个可以徒步出去的。这边出去呢大概是走个半个多小时吧，就可以到达那边山顶，就有公路了。然后这个峡谷呢，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奇峰异景啊，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大家喜欢这种原生态的，喜欢这种徒步的啊，都可以到这儿来玩。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的感觉，有山有水，土地也是非常的肥沃，峡谷那些也是风光无限哈。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江口啊，一定要到这个峡谷来看一看，这个美景才是正儿八经的那种原生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现在我在一条大河边啊，这里是吊桥。今天呢，我准备到对面悬崖峭壁上去探访一户居住在崖壁上的人家，环境非常漂亮哈。我从上方来到这个河边呢，已经步行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估计上到这个悬崖呢，得1个多小时啊。走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河边还有一个房子啊，以前有人居住，现在呢已经是荒废了。然后这里呢就是一座吊桥，这个吊桥可能也很久没有人走了。然后下方就是奔腾的河流，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绝了。然后我们要爬这种90度高的悬崖，走，这个上面太闪了。还要顺着这个河道平着走过去，走一段之后呢，从那边的这个山梁上，然后往上爬。今天是天气比较不错啊，否则我都不敢在这个
这么深的峡谷地带来，下方就是汹涌的河水，是吧？上方是90度的上千米的崖壁。这里应该是以前的一个水利灌溉工程啊，这边弄了一个大沟，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小堤坝，看下方的河流，哇！天哪，我顺着这个河边走过来，我都走了好一阵了，还没有走到这个可以上崖的路。而且我来到这里呢，也是在那个河对面的村里面问了一个老人家，然后他给我指的路啊，否则的话我根本找不到这里啊。在山里面真的是这样，你看着好像挺近的，但是实际上走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等一下咱们还要爬这个400-500米高的悬崖峭壁，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往上了。这个地方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好像有个路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整体环境啊，那边有一个小村子，然后公路呢是在这个山的半山腰，大概这个位置啊，我车子停在那里的。然后呢，绕到这边，从那边下来，顺着这个河道走过来，然后从我这儿呢攀爬上来，这边都是大崖壁啊，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是要从这个地方继续往这上走。翻到那个崖壁上去呢，就能到那一户人家的位置啊。我从停车的地方走到这里呢，已经走了40来分钟，接近50分钟了，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停啊，就是向老人家打听了一下，大概花了2-3分钟的时间。还好我今天穿的是长裤子啊，我以为攀爬崖壁不用走这种草丛啊、森林啥的，每走一步都得小心加万分小心。你们就说这个路，你在对面你怎么可能看得到路呢？对吧？它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之间一点点，你都感受不到它有路。哎呦，浑身是汗，汗流浃背，真的很累啊！还没有爬到一半，我的个天哪！这几乎就是垂直90度的攀爬，而且每一步啊都异常的艰险。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没有？这里面是一股浑浊的河水流到那儿，那边为什么是清澈的呢？实际上啊，这里是白鹤滩水电在那儿，电站筑起来，水位上升啊，金沙江的支流就支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这里浑浊的河水到那个地方呢就汇合。你看，下边就是绿油油的，上边是黄色的，是吧？哎，你好，水。你背的啥东西哦？你从下边上来哟？啊，从下边上来，你走哪边来？我也是走下边上来呀。走哪边来？啊，走那个吊桥那点。你是走哪点啊？我也不晓得，就是只能走吊桥那点哈。啊，你几点钟背下来啊？好吧，都背了1个多小时了。背了好几个钟头。背了好几个钟头了。他2个小时。上面就是你们2个人住在上面是吧？啊。哎呦，我空手走都费力哟。你们这个还你要走哪去？就上来耍一下呀，意思噻。哦。上来逛耍。哦。你背的有些啷个嘛？米。哎，米。还有呢？买的吃的东西，他们买的点。我还不敢跟你弄这个，我还不敢跟你弄哦。哎，因为这个太陡了。我没走惯噻。哎。按前头走啊。你走啊，你走前头啊。我走得慢，我慢慢走。慢点哦。我的个天哪！走在这个半路，正好遇到这个大叔。本来我也是想着帮背一下，但是我确实是不太敢，因为他这一背也有60-70斤，然后我这个脚下也特别的滑，这样的陡的地方我也没有背过。这大叔还穿的是凉鞋。真的是厉害！
亮亮背东西啊！我要来耍了，就走这上面来玩一下。贵州的，对呀。看你们这儿有房子，我也是走过来看哈，耍哈。这全部是花椒哈。我看到像李子树那个，结果全部是花椒。今年看起来还可以嘞。那边的干了哈。先走在我都开说，你这个太累了，要说句话。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们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你先走，你走。我也累。太累了，真的是。马上到阿姨家的房屋了啊！是都快要到了。哦，等一下，你们已经搬迁了，房子挖掉了哈。然后等于回来自己搭个棚棚住哈。对了，就是搭个棚棚，给这土地关键我说这个花椒是我们发展起来的了。我说是可惜了，我们在这个打工呢也不要嘛，我们转来嘛给这个花椒完全取得卖。等于这些花椒是以前种好的哈。我们完全发展起来了。开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我家已经这些是发展起来了，我也不是懒人，我说。要把它回来把它管起哈。我们老了嘛，人家打工人家也不要了，年纪大了，挣到钱，他这个人家这个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嘛？你整不到啥子，不敢喊他整个啥子嘛，养的人不得嘛。只有说是但我在这给他管到，挨到管到煮点饭给他吃。脑筋不行的，你随时都要屁股后头围着他，放心呀。因为这个路太陡嘞。就是老两个在这不放心。对。一天一个电话，年轻呢还不是天天在打电话。不打不放心的嘛，老了还不是。对。他爸爸脑筋也不行。因为你这个地方走哪里都是悬崖峭壁的。不是啊。这个就是以前的房子哈。是了。管他那个咋个样干来做哈。不讲究了，就做这个。我烧点掌水给你吃啊。我都带流水，不要紧。你吃掌水不嘛？吃我就烧。不吃，太热了，太热了。我有时候吃了。等于你们搬出去了，都又回来几年了哈？3年的，我们是搬上去了，我们老两个都又转了。就在上面有房子。对，年轻的儿子在楼盘说，这2天呢，他们都才转下来上学了。我家那些娃儿才带的。婶婶。婶媳妇些放了假又上给这都上学了，又转乔家来上学来了。在乔家县哈。在乔家上学来了。有爸拿，我给爸爸拿出来给你吃。不拿，我不吃，我不。你这一吃的都是给背起来的哈。至少背起来的。你不用拿了，我不吃。我不。咋不吃？不。不用拿出来，不用拿出来。不。舍不得呀。不，我吃了的，要去放羊去了哈。不放，我要出去我们就转了。是马上就要把我勒出去吗？要让我你花椒都采得了，看你还是青色呢。吹得了，今年这是干了，去年我们卖的好多了。这里是2块太阳能板，就是来充电那些的哈。是啦，有。充手机电。充手机电啊，充电灯呀。养的有好多个羊子嘛，呢？20-30个。20-30个哈。你这些羊子一个个的看起好乖哦。咦，好多！走哪里垒啊？走外面垒吗？哇，这养了这么多的羊，好几10个。这羊子看起来都很漂亮。我跟你也轮，没事，我跟你也轮。他吃饱了自己会回来吗？回来。对，今天这放烂了，忘记在这早就要转了。咦，这羊子真的是光生完的，看起发亮毛色都。发亮。跟阿姨一起去赶羊去。你坐到耍嘛。没事，我就是来耍的。这些俺看起硬是陡得很了。是陡啊，陡得很。真的很。人家还有
点来还很的。没得草草的时候看一点光的哈。哦，我很认真了。你家这个土里面还真的到处都种的有东西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哎呀，上次那种起了哇，你种的点都得吃嘛。说到那得买嘛，又不该走不方便，又没得人家说没说没有钱，有了钱得哪里走？你妈爸也很难出去一次哈。你贵姓呢？我家姓沈呐。我晓得你呀。我姓谢啊，单人旁个姓啊，我叫姓何芬。就是信封那个姓啊。对。这叔叔他是哪点儿？什么时候开始像现在这样了啊？几十年了，那大的大。几十年了。都30年了。我家娃都记得写过。你还给你买了那么多苹果。我洗2个来，你吃。你这管吃，我不要，我不要。娘，我真的不要。你背起来背那么辛苦，我都不敢吃。咋个不敢吃？不吃。要多人。真的不吃，我有水。你弄个费，你背起来，我不吃，我真的不吃。你们自己慢慢吃。你们背得太费力了。哎呀，咋个快点。不。快来了，你吃它不啥，快吃啊耶！你背得太费力了，我吃起都不要给。滚是，你把说。我看到你们背起来太累了，我吃起都不好意思，这真实话。真不好意思。这墙是哪个时候弄的哦？你们这个土墙噻？那会儿咱老辈人做了好多年了。老辈子一代在整的。啊。你种的花椒一年可以卖好钱哦？去年卖得6、7千块钱。去年卖得6、7千块钱。那还是可以嘛。杨子一年可以卖好钱哦？杨子卖不好多钱，杨子一年好歹卖得1万2万。一年卖1、2万。在外头种点庄稼叶的杨啊，一年也可以有几万块钱哈。老两个生活没问题。可以了。你有花椒没得？有干的没得？没得，大概你想要啊？你要拿这个走啊？你跟娃都拿这个晒去吃啊？不要得。香很，跟你说，你看这个卖家都是我要吃。你给我装点呗。好嘛，要得好。我拿个袋子给你。我装起回去。闻起都香的这花椒。花椒香嘞，真的香啊！你看，那个卖那都是我家的花椒弄的，那是好香。这点哈，就拿这点我就行了，就拿这点我就行。晓得。哟，你多拿几这个嘛？我拿给你拿，一下拿给你拿去看我就去啊。你这拿这点再拿我嘛，这点再拿我就行了。呀，只晓得那个脚不好，我拿得好的。你再拿，另外再拿点我就行了。我夏天。你卖20多块钱一斤，也要好多斤的，你卖6、7千块钱要。天喽，几大口袋，我的妈哟，很多人。要几大口袋哈。再拿这个呢？够了。你家是没得。我肯定没得你这种辣椒的，你这种花椒的我们那边。够了，娘不拿了。哎呀，天哪，你拿这弄这些。不拿了，就要些够了，你别是真多记住了。出产之地的嘛。够了。再拿点。我拿100块钱够不够？哎呀，我不要你的钱啊！我的妈哟！你不要我的钱？不要。你不要我的钱，我也不要个。我不要你的钱嘛，要啥子钱？你看，你不要我的钱，你还准备拿给我？我还拿那个呢，我家出产之地的到处都是的。如果你要的，你等待我再钱的给你拿。我肯定拿钱。我再拿的给你。不要了。钱我不要你的呀！天哪，饭点吃，你把是。我家是出产之地的嘛。你出产之地，我要拿钱呐。不要你的钱呀！只晓得花椒就吃100块钱嘛，等下拿。不，我要拿钱。拿的还有是吧？拿的都有。你看我家这不是小点，说是没得呀，说啥个？天哪，你是拿去做吃的嘛？我晓得花椒要值100块钱嘛，很多人喽。我要拿钱。如果你等安心要，我送你拿这个。我喊你给我弄点花椒，我是要给钱的意思。你不是说我来你又送给我，好不好嘞？啥个不好？那咋个我说是就要钱嘛？2天我们走了，你家去咋整？那你要留个电话，姓娘。那我走了，娘，谢谢了，谢谢你的花椒了。太感谢了。来，人生。不要了，人生地不熟的，你还送东西给我。不能让我走了，娘，我怕下雨，看到天上有点黑。要是下雨了，我高的我把下开有点麻烦。就是怕下雨。那走了，娘。要得。谢谢。好，要得。好。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杏阿姨家哈，今天到这个
悬崖上来探访，真的是收获满满，感动满满。我上来的时候就碰着叔叔阿姨他们2个人从山下背物资上来，这些物资呢也是他们的儿媳妇和女儿给他买的。他们大概是每1个月下去背一次物资，因为在这上面要生活嘛，要吃饭。正好我跟他们一起上来呀，他们背的物资有各种吃的，他还叫我吃，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吃啊。然后阿姨又洗了苹果给我吃。从这么陡峭的崖壁上背上来的物资啊，我吃了感觉有点心里过意不去。说实话，我就看着他们种有一点花椒嘛，我就想着向阿姨买一点花椒吧。结果呢，装了一袋花椒之后，这阿姨又不收钱，又要送给我。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啊，遇到这么一位特别友善的阿姨。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辛阿姨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是在养羊，还有就是种有一些花椒。它这个花椒具体是什么品种我也不知道，但是非常的香啊，这个香味非常的香。这里的地址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们要买那种原生态的花椒，要买羊的都可以到阿姨这儿来买。阿姨这儿喂有羊，它的羊呢也才20多块钱1斤，要我们贵州的话都是卖30多块嘛。然后它的花椒的话，它批发才20多块。不过呀，大家要到辛阿姨这儿来买花椒呢，大家可以给它贵一点哈，给个30多块钱1斤吧。来到辛阿姨家的详细地址，我跟大家说一下：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双河镇的梨树村。那么来梨树村呢是来不到他这里的，所以要来到阿姨这里呢，是要到双河镇的新农村，也就是对面。走到新农村之后呢，就能看到对面崖壁上这户人家呢，就是辛阿姨家了。不过呀，从对面走到河沟，然后再走到辛阿姨家呢，最少要走1个半到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个路途也比较艰险，大家要小心一点。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哈，阿姨请我吃了苹果，又送了我花椒，我得跟她推销啊。她这里的花椒真的非常的香，她养的羊也非常的帅，非常的漂亮。你们要买羊的可以到这儿来，给阿姨贵一点的价格啊。买花椒的大家也可以到阿姨这儿来，但是呢，大家给她稍微价格贵一点，因为20多块人家是批发价。好了，朋友们，现在我要下崖壁了哈。本期的探访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